如果给古代服徭役的百姓每天只提供榨菜和白粥，他们会反抗吗？我穿越成一名古代边塞县令，可废物系统却只给我了无尽的白粥、咸菜和方便面。于是我强迫服徭役的百姓每天工作8小时，不但不给半文钱工资，而且每餐都只提供白粥、咸菜，甚至偶尔才有1、2顿红烧牛肉面。本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反抗，可第1天的时候，人们却纷纷议论：这是咱们的最后一顿饭吗？第3天的时候，人们又开始议论：你说咱这县令怕不是要养死士吧？不管了，死也要做个饱死鬼。等到7天的时候，很多人来到我面前，他们齐跪倒在地。大人您说吧，您要杀谁？我们这条命都是您的。半个月后，无奈的我开始下令，不要一直往鱼肚子里塞布条，更不要半夜不睡觉学狐狸叫。3个月后，工地上出了状况，河里捞出来一块独眼的食人，独眼食人手里还握着一块石头，上面赫然写着8个大字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可还没等我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一名随行的士兵就给我披上了一件黄色的衣服。大哥，天冷了，加件衣服吧。而我望着身上的黄袍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。你们这可真是害苦了朕啊！朕可是忠臣啊！原来我刚穿越就被奸人陷害，打了80大板，还被贬到了黄土高原边塞当县令。随着伤口感染，我发起了高烧，很有可能撑不过今天了。可就在此时，我却突然觉醒了一个无限白粥系统。本以为穿越古代还能弄点飞机大炮，这白粥对我又有何用？好在系统的新手大礼包里，除了100斤大米，还有3粒抗生素。吃下药后，我昏睡到了第2天。虽然伤口还在疼，但已经没有了昨日那种入骨的灼烧感。仆从李青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：少爷您活了，这是老天开眼啊！从原主的记忆中，我得知李青自小跟在我身边，不离不弃。原主被贬时，满府上下做鸟兽散，唯有李青一人跟了过来。马车继续向北行进，一路上我看着沿途的景象，心中越发沉重。路边不时能看见饿死的尸体，有老有少，面容枯槁，偶尔有几个活人，也都是面黄肌瘦，目光呆滞，如同行尸走肉。少爷，这几年天灾不断，朝廷又征收重税，老百姓实在是活不下去了。尤其是北边，蛮族时常侵扰，更是民不聊生。随着天色渐暗，我们发现不远处有个村落，可当我们进入村庄后，才发现10几户人家的院落90%都荒废了。李青挨家挨户去敲门，却处处碰壁。不是我们不肯收留，实在是家里没有余粮。这年头到处都是流寇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山匪假扮的？李青无奈地回来复命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怯生生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：两位大人，要不去我家吧？一个17、18岁的少女站在夜色中，她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衣裳，身形消瘦，却生得一张清秀的脸。在她身后还躲着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，怯生生地抓着姐姐的衣角。少女名叫白凤霜，妹妹叫白灵，父母都死在了这乱世之中。他们住在村尾一间破旧的茅屋里，家徒四壁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。家里没什么东西可以招待2位，缸里已经没有余粮了。公子若不嫌弃，凤霜稍后去园上寻点野菜吧。少女低着头，声音带着歉意，而我却注意到这间屋子虽然简陋，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墙角还放着几本破旧的书册。随手翻了翻，竟是《孙子兵法》、六韬等兵书。你识字？少女的身子僵了一下。小女子的父亲生前教过一些。我没有追问，而是让李青去板车上取些粮食过来。他打开一看，瞬间愣住了，是白米，白花花的精米。要知道灾荒年间，几升米就能买1人的性命，更何况是这种精米。而平民老百姓，就算是富裕年间，也只能吃得上素。至于这精米，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。这太贵重了。拿着吧，你收留了我们，这是谢礼。少女看着那袋米，眼眶突然红了。她想起爷爷临死前，嘴里一直念叨着想吃一口白米饭。多谢公子大恩。她跪下磕头，泪水止不住的流。一旁的白灵也学着姐姐跪下，懵懵懂懂的磕头。丁收获明星加2，当前明星值2点。此刻我才开始明白这个系统的作用，那就是可以积攒明星值，在商城兑换物资。而如今基础的兑换物品只有大米和榨菜。深夜，我和李青在偏房休息。少爷，那的精米是从哪儿来的？小的明明检查过牛车，里面除了些许康利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看着这个忠心的仆从，沉吟片刻，然后抬起手指指了指天。李青瞳孔猛地一缩。少爷，您是说？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不可再有第3人知晓。李青的呼吸急促起来，他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：仙人相助，天命所归。他看向我的眼神彻底变了。小人明白，小人这条命都是少爷的。少爷将来但凡有差遣，小人万死不辞。然而平静的夜晚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尖锐的嘶喊声划破夜空，紧接着是此起彼伏的惨叫和哭喊。我冲到门口，只见村口火光冲天，10几个手持刀斧的流寇正在挨家挨户的抢掠。少爷快跑！李青一把将我推进屋内，抄起门口的
一根木棍挡在门前，你一个人挡得住吗？少爷，您是有大福之人，绝不能死在这里。小的好歹练过几年拳脚，能挡一会儿是一会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系统商城冰淇淋什么都没有，倒是道具里有个奇怪的玩意——螺纹钢。虽然在现代就是工地上随处可见的东西，但是放在古代可是恐怖的杀器。我没有犹豫，点击兑换，一把黑乎乎的钢棒凭空出现在我手中。李青正准备冲出去拼命，回头一看，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。我将螺纹钢扔给他，能用吗？李青接过钢棒，只觉得入手沉甸甸的，实打实的结实。若不是他习过一些武艺，还真不一定能接得住。那就杀！屋外3个流寇提着刀朝茅屋走来。听说这家有2个小娘子，嘿嘿。大哥先挑，剩下的归咱们。话音未落，房门突然被踢开，一道寒光闪过，当先那个流寇还没反应过来，脑袋就被打飞了出去。什么人？另外2个流寇大惊失色，刚要拔刀，却见一个年轻男子冲了过来。李青的棍法惊人，在府中练过拳脚的他，配上这把诡异的兵器，简直如虎添翼。那些流寇的武器居然在触碰到螺纹钢的瞬间就被活生生震碎了。远处的流寇头目看见这一幕，连忙叫起帮手，7、8个流寇呼啸着围了过来。少爷，带着那2个姑娘从后门跑。跑什么？你一个打不过，我来助你。我从地上捡起一把流寇掉落的砍刀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还怕什么？这是一场血腥的厮杀。流寇虽然人多，但都是些乌合之众，哪里见过这种不要命的打法？李青一棒一个，杀得心齐。我虽然刀法粗糙，但胜在勇猛。我硬生生挨了2刀，却也砍翻了2个流寇。当流寇头目被李青一棍毙命的时候，剩下的几个人终于崩溃了。他们丢下刀枪，抱头鼠窜。我大口喘着气，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伤口，还好都不深。白凤双和白灵躲在屋内，安然无恙。但当他们走出来，看见满地的尸体时，白灵直接哭了出来，扑进姐姐怀里。白凤双却死死盯着我，眼中满是复杂的神色。第2日清晨，幸存的村民们战战兢兢地走出家门，看见满地的流寇尸体，都惊呆了。是谁杀的？好像是昨晚来借宿的那2个人。村民们看向我的眼神从冷漠变成了敬畏，有几个胆大的凑上来跪下磕头，多谢恩公救命。我微微点头。丁，收获明星加15。我们要启程了，保重。白凤双沉默了一下，突然开口：公子，能否带上我们姐妹？我挑了挑眉，他却是深吸一口气，跪下道：村庄已不安全，流寇随时可能再来，我姐妹2人无依无靠，若留在此地，迟早是死路一条。公子救命之恩，凤双莫齿难忘。凤双愿为奴为婢，只求公子能收留我妹妹。白灵也跪下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。我沉吟片刻，带着2个女人上路，确实有些麻烦。但这个白凤双识字，还读过兵书，你有什么本事？少女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光芒。公子此去北凉县上任，可知那是个什么地方？边境废城，蛮族时常侵扰，民不聊生。不止如此，北凉县的粮仓早就空了，县衙形同虚设。公子若要在那里站稳脚跟，需要钱粮，需要人手，更需要谋略。他突然抬起头，直视我的眼睛。凤双虽是女子，却也读过几本书。若公子不弃，凤双愿为公子出谋划策，鞠躬尽瘁。那双眼睛里有不甘，有野心，还有一丝深藏的仇恨。我点了点头，好，随我上路吧。少女的眼眶红了，她重重地磕了一个头。多谢公子。7日后，当我们一行人终于抵达北凉县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沉默了。这哪里是什么县城，分明是一座被战火摧毁的废墟。城墙倒塌了一半，城门破烂的连狗都能钻进去，街道上到处是残垣断壁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气息。更触目惊心的是那些人，城门口聚集着几10个衣衫褴褛的难民，他们或坐或躺，面黄肌瘦，目光呆滞，有几个已经没了胳膊或腿，显然是战争中的残废。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跌跌撞撞地跑过来，跪在板车前，她的脸上全是泥垢，我有一双眼睛，还有些神采。大人，行行好，求求你给口吃的吧。少爷，李青欲言又止，他知道少爷心善，但他们带的粮食也不多，把米拿出来。少爷，从草垛下面拿。李青一眼去板车上翻找，下一秒，他的手僵在了半空。草垛下面赫然多出了几袋白花花的大米，整整5袋，至少有100斤。李青的嘴巴张得老大，这些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他下意识地看向我，只见我神色平静，仿佛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李青心中的那个猜测更加坚定了，少爷有仙人相助，这是天命所归之人。把米搬下来，分给他们。难民们听见这话，先是一愣，随即爆发出巨大的骚动。大人说要给我们粮食，是真的吗？是精米，白花花的精米！人群瞬间涌了上来，场面一度混乱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披残破铠甲的壮汉站了出来，都给我退后！他的声音如洪钟大吕，震得所有人耳膜嗡嗡作响。人群立刻安静下来，乖乖退到一边。壮汉转身向我抱拳：“敢问阁下尊姓大名？”在下赵齐，新任北凉县县令。壮汉瞳孔一缩，县令。他上下打量着我。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文文弱弱的，但眼神却有一股说不出的锐利。在下魏文长，曾是边军百夫长。
赵大人若要施粥，还请让小人来维持秩序。我看着他，从系统提供的资料中，我得知这个魏文长曾是边军猛将，武艺高强，却因性子耿直，为手下说话而得罪了上司，被流放到这里服徭役。好，我点了点头，那就有劳文长兄了。魏文长愣了一下，这个县令居然叫他兄，要知道他如今的身份不过是个服徭役的犯人，比乞丐也好不了多少。丽人县令见了他，不是呼来喝去，就是横眉冷对，从没有人正眼看过他。魏文长深深地看我一眼，重重抱拳：赵大人放心，小人定当办好此事。施粥开始了，魏文长将难民们排成队列，按照老弱妇孺优先的顺序领取大米。这个魏文长的组织能力极强，短短片刻就将混乱的人群整顿得井井有条。而白凤霜也看在眼里，他注意到魏文长指挥时的手势和站姿，分明是军中老人的做派。此人若是加以培养，将来必成大器。公子，他凑到我身边，低声道：“此人是江才。”我知道。丁，施粥完成，收获民心。当前民心值52。我看着那不断跳动的数字，心中越发笃定，也许我真的要改变这皇朝的历史了。等我和众人一起来到县衙时，却只见一片狼藉，大堂的牌匾歪歪斜斜，堂上落满灰尘，几个衙役瘫坐在角落，见到我来了，才勉强站起身。由于蛮族的入侵，前任县令跑了，粮仓空空如也，银库里更是连根毛都没有。可我并没有着急。当天晚上，我让李清把守住粮仓大门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然后我开始兑换，一夜之间，空荡荡的粮仓被堆满了白花花的大米，整整3000斤。第二天一早，当李清打开粮仓大门的时候，差点没晕过去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是我变卖家产换来的，和朝廷没有半点关系。记住，若有人问起，就这么说。当日我在县衙门口张贴告示，召集全城百姓。本官赵齐，自今日起任北凉县令。本官在此立誓，只要你们肯干活，本官就管你们吃饱饭。百姓们面面相觑，没有人相信历任县令哪个不是来捞一笔就跑，谁会真心为老百姓着想？本官言出必行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明日辰时，愿意干活的人到城门口集合。修城墙、挖沟渠，按劳取酬，每日干满2个时辰就能领1碗白粥，干满4个时辰白粥管饱，还有茯苓榨菜。百姓们愣住了，这年头能吃上白粥已经是奢望了，居然还有榨菜，没有人相信，但也没有人愿意放弃这个机会，毕竟万一是真的呢？第二天，当我来到城门口时，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，黑压压的人群将整个城门口挤得水泄不通，至少有上千人。大人，我们来干活了。大人，您说话算数吗？真的有白粥吃吗？大人，我能干很多活，求您收留我。我看着这些衣衫褴褛、面黄肌瘦的百姓，深吸一口气。来人，架锅煮粥。第一锅白粥煮好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疯了，那真的是白粥，白花花、稠乎乎的白粥，香气扑鼻，让人恨不得把脑袋都埋进去。更让他们震惊的是，每碗粥里居然真的配了榨菜，咸香的榨菜配上绵软的白粥，简直是人间至味。好喝，太好喝了！榨菜真好吃，居然还有盐味。有人喝着喝着就哭了，他们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吃饱是什么时候了。丁，收获民心加156，当前民心值208。我看着不断跳动的数字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这只是开始。一旁的白凤霜看着这一幕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他已经彻底看明白了，我绝非普通人，我有良、有手段，更有野心。他没有看错人。他走到我身边，压低声音：“公子，凤霜有一计，可助公子成就大业。”讲。北部边境还有许多县城，同样民不聊生。公子何不派人将精米卖给京城的富商，换取金银，再用金银买通隔壁县的县令，让他将难民送到此处？我眼睛一亮，人口就是根基，有了人口，公子才能建立自己的势力。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你倒是有几分才智。凤霜只想为公子分忧。我点了点头，好，此事就交给你去办。白凤霜心中一喜，连忙领命。他知道自己终于踏出了第一步。3个月后，北凉县已经彻底变了样，破败的城墙被修缮一新，原本空旷的街道现在却人来人往，竟有了几分热闹的气象。城内的人口从最初的1000余人暴涨到了8000多人，这些人都是从周边县城逃难而来的。他们听说北凉县有个青天大老爷，只要肯干活就有白粥吃，纷纷拖家带口赶来投奔。我来者不拒，每个入城定居的难民都能领到10斤大米作为安家费。看着不断攀升的民心值，我心中越发笃定，这条路走对了。县衙里我召集众人议事，如今我手下已经有了一批可用之人。李钦负责护卫，魏文长负责练兵，白凤霜作为军师负责出谋划策。魏文长目前已训练出2000精兵，虽然比不上边军精锐，但用来守城绰绰有余。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多，但要知道，这些人3个月前还是些面黄肌瘦的难民，是我的白粥和榨菜让他们恢复了体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相信自己的县老爷。凤霜督建的水利工程也进展很快，水渠已经修好了80%，预计下个月就能完工，到时候城外的荒地都能灌溉，明年开春就能播种。我将稻种和麦种放在桌上，让凤霜安排人发放下去。他打开袋子一看，瞳孔微微一缩，这些种子颗粒饱满，品相极佳，绝非普通的种子。他没有多问，只是点头领命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这段时间里，白凤霜一直在观察我。赵琦身上有太多的秘密，他能凭空变出大米、榨菜、种子，甚至是金刚兵器。他说话的方式
思考问题的角度都和这个时代的人截然不同。他还提出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制度，比如计件工资，干多少活就拿多少报酬；比如男女同工，女人也可以做工领取薪俸；比如免费学堂，所有孩子都可以来读书识字。这些制度看似荒唐，却又偏偏行之有效。我越来越好奇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，但我没有追问，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该问。我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，帮他实现目标，顺便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夜晚我在学堂里教孩子们识字。凤霜姐姐，这个字怎么念？这个读名老百姓的意思。那这个呢？这个读国，国家的意思。看着这些孩子明亮的眼睛，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。父亲曾是朝廷官员，刚正不阿，却因为得罪了宰相严嵩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发配边疆服徭役，最终活活累死。母亲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，被流寇欺辱致死。爷爷撑到最后也饿死在了家中，一家子人就这么没了，只剩下我和妹妹相依为命。我曾经发誓，总有一天我要让那些害死我家人的人付出代价，但我知道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做不到。所以当我遇见赵琪时，我知道机会来了。这个人有野心，有手段，有资源，只要跟着他，我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。风霜姐姐，你在想什么？白灵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回过神来，揉了揉妹妹的头。没什么，姐姐在想，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1个月后，边境蛮族入侵的消息传来，3000蛮族骑兵正朝北凉县杀来，城内一片恐慌，百姓们惊慌失措，有人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逃难，有人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。我召集众人商议对策。大人，蛮族来了3000骑兵，我们只有2000步兵，根本打不过啊！是啊，大人，不如我们。住口！你们就是这么报答赵大人的吗？他转身向我抱拳。大人，末将愿率领士兵出城迎敌。我摆了摆让他别急，反而转头看向了凤霜。白凤霜沉思片刻，缓缓开口：敌众我寡，不宜正面交锋，但我们有城墙之力，可以据城而守。蛮族骑兵虽然厉害，但他们不擅长攻城，只要我们守住城墙，他们就只能望城兴叹。而且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。我有一计可以让蛮族主动进城。我们故意将东门打开，放蛮族骑兵进来，城内早已设好埋伏，先用铁索绊马，打乱他们的阵型，然后伏兵四起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人群立刻有人站出来反对，这太冒险了，万一伏击失败，蛮族冲进城来，我们就全完了。不会失败，因为我们有他们没有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民心。他转身看向我，公子，这几个月来，您给百姓吃白粥、发粮食、建学堂，百姓们对您感恩戴德，视您如父母。只要您一声令下，他们必定誓死追随。有了民心，就有了士气，有了士气，就有了战斗力。蛮族虽然骑兵厉害，但他们千里奔袭，人困马乏。我们以逸待劳，再加上埋伏之力，必胜无疑。我听完缓缓点头，就按你的计策办。2日后，蛮族骑兵兵临城下，为首的是一个彪形大汉，正是蛮族的先锋将领呼延勇。开城投降，饶你们不死，否则城破之日，鸡犬不留。城墙上，我站在垛口，望着城下黑压压的骑兵，神色平静，放箭。下一秒，城墙上万箭齐发，呼延勇大惊，连忙后退。狗官，你敢给我攻城？蛮族骑兵开始冲锋，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座城墙比想象中坚固得多，箭矢射不穿，冲车撞不动，甚至还有巨石从城墙上砸下来。攻了一天，伤亡惨重，却毫无进展。呼延勇脸色铁青，他娘的，这城墙怎么这么硬？就在这时，一个斥候急匆匆跑来：将军，东门打开了！什么？狗官怕了，给我冲！他一马当先，率领骑兵冲向东门。城内蛮族骑兵如潮水般涌入，呼延勇骑在马上，得意洋洋。但下一秒，他的笑容就凝固在了脸上。一根根粗大的铁索从街道两侧弹起，正好挂在骑兵马匹的蹄上。冲在最前面的几十个骑兵瞬间被铁索绊倒，人仰马翻，惨叫连连。呼延勇大惊失色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杀！无数士兵从街道两侧的房屋中冲出，如猛虎下山般扑向蛮族骑兵。蛮族骑兵阵型大乱，战马在狭窄的街道上根本施展不开，反而成了累赘。更可怕的是，城内的百姓也加入了战斗，他们手持锄头、镰刀、木棍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将蛮族骑兵团团围住。打死这些畜生，保护赵大人！北凉县是我们的家。呼延勇目眦欲裂，想要冲出重围，却被越来越多的敌人包围。就在这时，我的一支利箭破空而来，正中他的咽喉。呼延勇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向箭矢飞来的方向。将军死了，快撤！蛮族骑兵彻底崩溃，四散逃窜，但城门早已关闭，他们无处可逃。这一战，3000蛮族骑兵被斩杀过半，俘虏1000余人，北凉县大胜。战斗胜利，收获民心加1247，当前民心值4094。可战后的我并没有下令处死俘虏，相反，我让人将俘虏押解到城中，让他们亲眼看看北凉县百姓的生活。看到了吗？这里的百姓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房住。你们在草原上风餐露宿，四处劫掠，可你们抢来的东西真的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吗？本官不杀你们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归顺于我，从此不再作乱。愿意的留下来和百姓们一起劳作，不愿意的现在就可以走。蛮族俘虏面面相觑，他们原本以为落在汉人手里必死无疑，没想到这个汉人县令居然给他们一条活路。
我愿意。一个年轻的蛮族士兵第一个站出来，我也愿意。算我一个。很快，1000多名俘虏全部选择归顺。人心才是最锋利的武器。北凉县大胜蛮族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边境，无数百姓慕名而来，投奔北凉。短短3个月，北凉县的人口从8000暴涨到3万，军队也扩充到了5000人。而赵齐这个名字也渐渐传入了京城。与此同时，皇宫的龙椅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，面色阴沉。赵齐，这人是谁？启禀陛下，据探子回报，赵齐在北凉县私自施粥赈济灾民，击退蛮族，如今已聚集数万百姓，拥兵5000。此人野心勃勃，养兵自重，分明是要谋反啊！派人去把他给朕抓回来。陛下英明。臣建议派钦差前往北凉，名义上是嘉奖赵齐击退蛮族的功绩，实则命他回京述职。只要他敢抗旨不遵，就以谋反罪论处。就这么办？派谁去？臣的犬子贾子敬可担此任。好，就让他去。半个月后，钦差贾子敬带着圣旨和一队禁军抵达北凉县。这个贾子敬是户部尚书贾谋的独子，从小锦衣玉食，嚣张跋扈。他一进城就开始耀武扬威。本钦差奉旨来此，你们这群蛮荒贱民还不跪下迎接？百姓们面面相觑，没有人动。大胆！来人，把不跪的全都抓起来！禁军刚要动手，一道身影挡在了百姓前面。钦差大人，这些都是本官治下的百姓，还请大人高抬贵手。贾子敬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年轻人站在面前，神色平静。你就是赵齐？正是。贾子敬上下打量着我，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。本钦差奉旨，命你即刻随本钦差回京述职。回京？为何？你私自施粥赈济灾民，养兵自重，分明是要谋反。皇上有旨，命你单骑入京接受查问，若抗旨不遵，以谋反罪论处。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。钦差大人，本官赈济灾民有何错？击退蛮族，保家卫国又有何罪？住口！你这是狡辩。皇上说你有罪，你就是有罪。你以为凭着几千乌合之众就能反了不成？他说着说着，目光突然落在人群中一个年轻女子身上。哎，这小娘子长得不错啊。来人，把她给本钦差带过来。我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你敢？本钦差有什么不敢的？一群蛮荒贱民罢了。本钦差想要谁就要谁。话音刚落，一道人影闪过，李青一把将贾子敬拿住，按在地上。放开我！反了，反了！你们这是要造反！而我却是缓缓走过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造反？反又如何？反的是昏君，反的是奸臣，反的是你们这些鱼肉百姓的狗官！我拔出了腰间的长剑。公子不可，杀了钦差就真的没有退路了。但这一次我没有理会他，我的目光死死盯着贾子敬，眼中杀意凛然。你方才说这些百姓是蛮荒贱民？贾子敬被我的眼神吓得浑身发抖，却还是嘴硬。他们本来就是贱民，那你就用你的命来给这些贱民赔罪吧。你敢杀我？你可知我父亲是谁？待得他老人家上达天听，尔等被诛9族都不为过。可他话还没说完，剑光一闪，鲜血飞溅，贾子敬的脑袋滚落在地，眼睛还瞪得老大，全场死寂。禁军们吓得面如土色，纷纷跪地求饶。饶命啊！我们只是奉命行事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把他们拿下，拖到菜场斩首示众。当天晚上，血腥的气息弥漫在菜市场中，百姓们看着那些人头，并不慌乱，反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。赵大人万岁！杀得好！这些狗官早就该死了。丁斩杀钦差，收获民心加2156，当前民心值6736。我站在城墙上，看着欢呼的人群，心中没有丝毫后悔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要么成为天下之主，要么死无葬身之地。白凤双走到我身边，轻声道：“公子，京城很快就会得到消息，朝廷必定会派大军来征讨。我知道，剩下的谋划要靠军师你了。”我斩杀钦差的消息传回京城时，皇帝陈玉正在后宫饮酒作乐。什么？他敢杀朕的钦差？陛下息怒，赵齐此举无疑是谋反，臣建议立刻发兵征讨。征讨？用什么征讨？朕的银子呢？朕的粮食呢？朕的军队呢？这几年天灾不断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国库早就空虚，再加上各路诸侯拥兵自重，朝廷能调动的军队并不多。陛下，臣有一计，可以提高赋税，从百姓手中筹集军饷，再命魏荣为先锋将军，统领5万大军平息叛乱。就依你所言。1个月后，魏荣率领5万大军，浩浩荡荡杀向北凉县。这个魏荣是朝廷的名将，忠勇无双，威名远播，但他心中却充满了矛盾。他听说过赵齐的事迹，赈济灾民，击退蛮族，深得民心。这样的人真的是反贼吗？可皇命难违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很快，魏荣的大军兵临城下，他骑在马上，望着眼前的北凉县，眉头紧皱。这座城比他想象中坚固得多，城墙高大巍峨，护城河波光粼粼，城头上旌旗招展，士兵严阵以待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城头上居然架着投石车和重弩。第2日攻城战开始了，魏荣派出1万大军，如潮水般涌向城墙，城头上万箭齐发，犹如黑色的暴雨，冲在最前面的士兵纷纷倒下，惨叫声响成一片。
投石车放！巨大的石块从城头上砸下，砸在攻城的人群中，血肉横飞。重弩放！粗大的弩箭呼啸而出，一箭能穿透3、4个人。魏荣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攻了一整天，伤亡几千，却连城墙都没摸到。魏荣沉默不语，他知道这不是城难打，而是守城的人太难对付。那些士兵明明只有寥寥数千人，却悍不畏死，誓死守护城池。而城内的百姓居然也自发参与守城，运送粮草、救治伤员、搬运滚木。他们的眼中没有恐惧，只有坚定。赵齐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攻城战持续了3天，魏荣损失了近1万人，却依然无法攻破城池。他只好集结所有兵力，发动了最后的总攻。大军如海啸般涌向城墙。城头上，我站在垛口，望着城下黑压压的敌军，神色却依旧平静。我朝城外的荒山方向看了一眼，那里魏文长已经等待多时了。城外的荒山，魏文长骑在马上，望着城下激战的场景，眼中杀意凛然。将军，什么时候动手？等他们打得最激烈的时候。又过了1个时辰，城下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，攻城方已经架起了云梯，敌军已经涌入了城池，守城方则拼死抵抗，双方陷入僵持。魏荣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城墙上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。时机到了！魏文长高举长刀，大吼一声，3000铁甲骑兵如山洪爆发，从荒山上冲下，追扑魏荣的后军。魏荣大惊失色，只见一片黑色的铁流滚滚而来，那些骑兵全身铁甲，人马巨甲，犹如钢铁洪流。他们手持长枪，所到之处血肉横飞。有埋伏，快撤！但已经来不及了。魏文长一马当先，杀入敌阵，他手中的长刀如风卷残云，所向披靡。赵大人有令，活捉敌方主将魏荣。5万大军陷入混乱，互相踩踏，死伤无数。魏荣被团团围住，左冲右突，却无法脱身。最终，他被魏文长生擒活捉。这一战，5万大军全军覆没，北凉县大获全胜。原来1月前，我召集众人商量计策，5万大军，纵贼10万之众，无一能讨之。文昌稳重，敌众我寡，不可轻敌。凤双，你怎么看？敌军5万，我军5000，硬拼必败。但我们有3个优势：城高墙厚，粮草充足，民心所向。我的计策是先守后攻，让1000人守城，用投石车和重弩消耗敌军，再让魏将军率3000铁甲骑兵埋伏在城外的荒山之中。等敌军攻城疲惫之时，骑兵从侧翼杀出，必可大获全胜。铁甲骑兵？我们哪来的铁甲？听到这的我微微一笑，这个你们不用担心，5000对5万，优势在我。当天晚上，我将民心值全部兑换成了铁矿，整整3万斤。然后我命城中所有的铁匠日夜赶工，打造铁甲和兵器。1个月后，3000套铁甲和大量的重弩、投石车全部完工。当魏文长看到那些铁甲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要知道，这种全身铁甲只有边军的精锐部队才能装备，普通士兵能有1件皮甲就不错了。而我居然给3000骑兵全部配备了铁甲。战后，魏荣被押到我面前，他神色悲凉，却不卑不亢。赵齐，你赢了，还请速速动手吧。魏将军，我不想杀你，你对朝廷忠心耿耿，这一点我很敬佩。但你效忠的那个皇帝，值得你效忠吗？他荒淫无度，沉迷酒色，他纵容奸臣，祸害百姓，他横征暴敛，逼得百姓家破人亡。这样的皇帝，值得你为他卖命吗？魏荣沉默了，我的话每一句都刺入他的心里。他不是不知道皇帝昏庸，但他是军人，效忠皇帝是他的天职。魏将军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你担心你在京城的家眷，如果你归顺于我，你的家眷就会被皇帝满门抄斩，对吗？魏荣咬紧牙关，不说话。我微微一笑，那你看看这是谁？我朝身后招了招手，下一秒，魏荣的眼睛瞬间瞪大了，他看见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夫人，孩儿，你们怎么？白凤双走出来，微微欠身。魏将军，在您出征之前，我就派人将您的家眷接出了京城。我知道魏将军是忠义之士，若要归降，必定顾虑家眷，所以我提前做了安排。如今您的家人已经安全，魏将军不必再有顾虑。魏荣乃忧国忧民之士，且以忠勇扬名，若能收服，必可以为主公所用。那日主公托我将大量的精米卖给富商，我便利用经营在京城收服了洪秀坊的长侍柳若曦。那柳若曦虽是青楼女子，但我明白实际上那洪秀坊也是情报中枢。她与我年幼时交好，同时也曾受过我父亲家中恩惠，便答应了下来。也幸亏是洪秀坊的人带着魏荣的家眷夜晚偷偷出城，这才走小路接来了北凉县。魏荣看着妻儿，又看了看我，心中百感交集。良久，他跪了下来：“末将魏荣愿誓死效忠主公。”北凉县大胜的消息迅速传遍天下，无数人震惊不已。5万朝廷大军居然被一个小小的县令给全歼了。一时间，赵齐的名字响彻九州，而那些被压迫已久的百姓也终于看到了希望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北凉军势如破竹，3个月便拿下了整个凉州。我率领大军一路攻城拔寨，所到之处，百姓纷纷开门迎接。每攻下一处，我便用系统兑换大米给百姓发粮，
许多县城的县令甚至不战而降。我的军队也从最初的5000人扩充到了2万人，而民心值更是突破了10万大关。如今的北凉县已经从一座废墟变成了繁华的都城，街道上人来人往，商贾云集，酒楼茶馆鳞次栉比，到处是欢声笑语，百姓们安居乐业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此时正值新年，整座城池张灯结彩，歌舞升平。我和白凤霜走在繁华的街道上，看着眼前的盛世景象。公子，这里变化真大。是啊，当初来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废墟，没想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这都是公子的功劳，并不是，这是百姓们的功劳，是你，是李青，是魏文长。是所有人的功劳。白凤霜的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。这个人和他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，他有野心却不贪婪，他有权力却不滥用，他的心不知不觉间已经有了一丝悸动。赵大人，是赵大人！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，百姓们纷纷涌上来。我笑着和百姓们打招呼，收下他们送来的点心。白凤霜看着这一幕，眼眶却微微泛红。这就是他想要的盛世，这就是他父亲一辈子都想实现，却最终没能实现的盛世。夜深了，我和白凤霜来到城外的石桥上，看着雪花纷纷扬扬的飘落。凤霜，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白凤霜一愣，你一直跟着我，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，但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疑问。白凤霜沉默了片刻。公子，我想告诉您一件事，我曾经是罪臣之女。我的眼中闪过一丝了然。我父亲名叫白明远，曾是朝廷的监察御史，他刚正不阿，弹劾过许多贪官污吏。后来他得罪了宰相严嵩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发配边疆服徭役，活活累死了。我们全家被流放边疆。母亲悲痛欲绝，又被流寇欺辱致死。爷爷撑到最后也饿死了。我静静地听着。我恨他们，我恨严嵩，恨那个昏君，恨所有害死我家人的人。我发誓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公子，跟着你，我看到了希望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改变这个天下。凤霜，我答应你，总有一天我会替你报仇，替天下所有被欺压的百姓报仇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轻轻握住了他的手。白凤霜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在雪花飘落的夜色中，第一次卸下了所有的伪装。年后我开始筹备伐陈，但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时机。凉州虽然兵精粮足，但人口有限，军队也只有几万人，贸然起兵必定会被各路诸侯围攻。我需要盟友。白凤霜提议去益州拜访齐王刘默。齐王与我父亲曾是故交，若能得到齐王的支持，伐陈之路会顺利得多。我点头同意，带着白凤霜和一队亲卫悄悄离开凉州，前往益州拜访齐王。齐王刘默是个50多岁的中年人，身材魁梧，面容和善。当他得知白凤霜是白明远的女儿时，眼中闪过一丝愧疚。当年明远兄被害，我没能救他，没想到他的女儿如今已经成了这般出色的人物。齐王谬赞了。刘默又看向我，目光中充满了审视。赵公子久闻大名，你在北凉县做的那些事我都听说了，在下甚是佩服。齐王过誉了。坐吧，今日咱们不谈国事，只叙旧情。来，喝酒。酒过3巡，我有些醉了。我平时滴酒不沾，今日却被刘默灌了不少。公子喝多了，我扶公子回房休息。刘默看着他的背影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凤霜丫头，你可是对这赵齐有意思啊？白凤霜的脚步一顿，脸颊微微泛红。齐王说笑了。他低着头，扶着我快步离去。回到房间，白凤霜将我扶到床上，正准备离开，却被我一把拉住了手。凤霜，我迷迷糊糊地喊道：“公子，您喝多了，好好休息吧。”凤霜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我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最终沉沉睡去。白凤霜看着我的睡眼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他知道自己不该有这样的心思，他只是一个军师，一个谋士，他的任务是辅佐我成就大业，而不是……算了。他叹了口气，起身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一只信鸽从窗外飞入，落在他的肩上。白凤霜一愣，取下信鸽腿上的竹筒，打开一看，脸色瞬间变了。信是京城红绣坊的柳若曦发来的，上面写着：皇帝大摆宴席，封赵齐为永安王，命其入京领赏，此乃鸿门宴，必有阴谋。皇帝还点名要见赵齐身边的齐女子。白凤霜的手微微颤抖，他知道这是皇帝的鸿门宴，如果我不去，皇帝就有借口号召诸侯围攻凉州；如果我去了，必死无疑。无论怎么选，都是死路一条。他看了看床上熟睡的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。他俯下身，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印下一吻。那一刻，他多想就这样永远停留在我身边，可他不能。公子，对不起，就让凤霜自私这一侧吧。4天后，我缓缓醒来，却发现自己还躺在齐王府的床上，浑身酸软无力。我大喊凤霜的名字，可却没有人回应，就连齐王也不在府上。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翻身上马，只身朝凉州狂奔而去。凉州北凉县，当我冲进城内时，却发现满城百姓都在披麻戴孝。赵大人的魂魄回来了！百姓们看见我，先是震惊，随即痛哭流涕。我一把拉过一个百姓：“大爷，怎么回事？城里发生了什么？”那百姓泣不成声。赵大人，您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京城传来消息，说您被封为永安王后，回封地的路上被山匪袭击，惨死了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发疯一般冲进府中。只见李青跪在灵位前，披麻戴孝，泪流满面。永安王赵齐之灵位，李青看见我，差点吓得魂飞魄散。少爷，您
没死。我怎么会死？我一把抓住李青的衣领。凤霜呢？凤霜在哪里？李青支支吾吾，不敢说话。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我放开了李青，冲到了白凤霜的住处，推开门，却只见白灵跪在院子里，哭成了泪人。她的手上捧着一只白鸽和一封信。我抢过信，颤抖着打开。那一夜，齐王府中，我找到齐王，将事情全盘托出。他的脸色很难看。凤霜，你可想清楚了？王爷，凤霜心意已决。刘墨沉默了很久，他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女子，想起了他的父亲白明远。当年白明远也是这样，明知是死路一条，却依然选择了直言进谏。凤霜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要劝阻，可当他看到我眼中的光芒时，所有的话都卡在了喉咙里。那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决绝。罢了，我答应你，不告诉赵启。多谢王爷，凤霜还有一事相求，若凤霜此去不回，还请王爷照拂赵公子一二。刘墨点点头，眼眶微红。去吧，一路后保重。我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我连夜赶回北凉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铁匠王二牛。王二牛是城中最好的铁匠，也是最早投奔赵齐的难民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和赵齐长得有几分相似。军师大人，这么晚了，您找小人有何事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王二牛被我看得有些发毛。军师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王二牛，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。军师大人但说无妨，只要小人能做到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我想让你假扮赵大人，和我一起去京城。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皇帝设下鸿门宴，名义上是封赵大人为永安王，实则是要杀他。赵大人若去，必死无疑；赵大人若不去，帝就有借口号召诸侯围攻凉州。所以我需要一个人假扮赵大人，去领这个所谓的永安王爵位。王二牛的脸色渐渐变得苍白，他虽然愚钝，但也听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去京城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。军师大人，小人能问一句吗？你说这件事，赵大人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我给他下了蒙汗药，他现在还在齐王府昏睡。王二牛沉默了，他想起了自己刚来北凉县时的情景。那时候他还是个逃难的流民，浑身上下只剩一口气。他的父母在战乱中饿死了，只剩下年迈的奶奶和年幼的妹妹。他以为自己也撑不了多久了，可就在那时，赵大人来了。赵大人给他们发放粮食，让他们有饭吃，有房住。赵大人还让他做铁匠，按月领取薪俸。是赵大人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。如果没有赵大人，他们一家早就饿死在路边了。王二牛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小人愿意去。我看着他，眼眶也微微泛红。王二牛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此去凶多吉少，很可能回不来了。小人想清楚了。小人虽然愚钝，但也知道什么叫知恩图报。赵大人对小人有活命之恩，小人愿意用这条命来还。第二天，我带着王二牛和100名亲卫，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。临行前，我做了最后的安排。我给柳若曦发去密信，让她安排暗卫在京城外接应。我还派人买通了为大雁提供货品的膳房伙计张达，让他在宰相严嵩的酒壶里下毒。张达的父母在边疆当徭役时，曾受过我父亲的恩惠，有着这层关系，他一定会帮我。而我则是要趁此机会为父亲报仇。金碧辉煌的宫殿内，文武百官分列两侧，各路诸侯坐在席位上，觥筹交错。皇帝陈玉坐在龙椅上，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。哟，是永安王来了。臣赵齐拜见陛下。皇帝上下打量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阴狠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宴席开始了，我坐在王二牛身边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内心却紧张到了极点。我的目光不时瞟向宰相严嵩的位置，只要严嵩喝下那壶酒，我就算报了杀父之仇。可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。严嵩站起身来，端着一个酒壶朝着我走来。这位想必就是赵大人身边的奇女子吧？久闻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心中一紧，宰相大人过誉了。没想到我大陈王朝还能有如此天纵绝才的奇女子，听说正是你献计大败北蛮，当真是女中出豪杰啊！老夫敬姑娘一杯。我认出了那个酒壶，那正是我让人下毒的酒壶，而严嵩这个老狗居然换了酒。怎么，姑娘不赏脸？此时我明白自己的计谋败露了，严嵩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端倪，提前换掉了自己的酒，然后用毒酒来反杀我。现在我有2个选择，喝下这杯酒必死无疑，不喝这杯酒当场撕破脸皮，王二牛的身份也会暴露，所有人都得死。我看了看周围，百官和诸侯都在看着我，皇帝也在龙椅上似笑非笑。我没有选择，宰相大人盛情，小女子怎敢不从？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毒酒入喉，一股灼烧的感觉从喉咙蔓延到四肢百骸。我强忍着不适，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。严嵩的眼中闪过一丝得意。姑娘果然爽快，来人，再给姑娘满上。大宴结束，我和王二牛快步走出皇宫。
军师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我看您脸色很差。没事，快走，我们必须在天黑前出城。我体内的毒药正在发作，只有回到北凉县才能找到解药，时间紧迫。然而，当我们的马车刚出京城，来到一片山崖下时，意外发生了。我掀开车帘，只见前方的山路上站满了黑衣人，少说也有几百个，有埋伏！亲卫们纷纷拔刀，黑衣人没有说话，直接发动了攻击。他们的身法诡异，招式狠辣，出手便是杀招。我带来的亲卫虽然勇猛，但寡不敌众，很快就死伤过半。军师大人快走！王二牛挡在我身前，手中挥舞利剑，拼死抵抗。但他只是个铁匠，哪里是这些高手的对手？几个回合下来，他身上就多了10几道伤口。快走啊！我没有动，我知道自己走不了了。体内的毒药已经开始蔓延，我连站立都成了问题。而且我先前布置好的那些暗卫根本没有出现，我的计划再一次失败了。100名亲卫全部战死，王二牛倒在血泊中，气息奄奄。我站在尸山血海中，抬头望去，只见前方的山崖上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3个字：落凤坡。落凤坡吗？还真是个好名字啊！黑衣人们将我团团围住，却没有立刻动手。片刻后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出，我看着他，眼中没有恐惧，只有仇恨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知道什么？知道你买通了膳房的伙计，知道你想用毒酒杀我。傻丫头，你以为老夫在朝中混了几十年是吃素的吗？京城里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老夫的眼睛，你那些小把戏在老夫面前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。那个张达是你的人？严嵩摇摇头，他本来确实想帮你，可惜啊，人心易变，老夫给了他1000两银子，他就把你卖了。你爹当年也是这样，天真得以为只要自己正直，别人就会跟着正直。结果呢，被老夫一封奏折就送去了边疆。严嵩，你这条老狗！骂吧骂吧啊，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对了，你派去接应的那些暗卫也别指望了。昨晚老夫让人把京城里的鸽子都射了，一直都没飞出去。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，所有的退路都被堵死了。当年我能整死你爹，今日自然也能整死你。不过老夫倒是很好奇，那个赵琦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怎么能在短短1年内从一个废物县令变成拥兵数万的诸侯？我冷笑一声，你不必知道，你只要记住，他会带着100万大军杀进京城，把你们这些奸臣贼子全部斩尽杀绝。到时候你的脑袋会被挂在城门上，让天下人唾骂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放箭！无数箭雨朝我袭来，但我没有躲避，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看着漫天的箭矢朝自己飞来。我的眼前浮现出赵琦的脸，那张我日思夜想的脸。公子，凤霜先走一步了，这样一来，你也有理由伐陈了。来世我们再见。箭矢穿透了我的身体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我缓缓倒下，嘴角却带着一丝微笑。严嵩看着我的尸体，冷哼一声：可惜了，是个美人胚子。他转身对手下收兵，1个时辰后再派人来打扫现场。就写永安王赵琦与白凤霜等人在回封地的路上遭遇山匪流寇袭击，不幸遇难。遵命。黑衣人们迅速撤离，消失在夜色中。落凤坡上只剩下满地的尸体和弥漫的血腥气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走后不久，一只白鸽从我的袖中飞出，他的腿上绑着一封信和一缕沾血的发丝。白鸽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，最终消失在了北方的天际。3日后，它将降落在北凉县的某个院落里，而那封信将改变整个天下的命运。我打开了那封信。主公亲启，凤霜去京城了。凤霜知道此行凶多吉少，但凤霜不得不去。皇帝的鸿门宴是杀您的陷阱，您若不去，诸侯会群起而攻之，凉州兵力不足，必死无疑。凤霜不想让您死，所以凤霜替您去了。凤霜让铁匠王二牛假扮你，去领那所谓的永安王爵位。王二牛和您长得有几分相似，加上您从不在京城露面，应该能瞒过众人。到时候凤霜会想办法脱身。如果凤霜侥幸活着回来，一切都好；如果凤霜死了，那正好，您也有了起兵伐陈的理由。主公，凤霜知道自己自作主张，但凤霜不后悔。凤霜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而您是唯一能够实现这个愿望的人。
凤双愿以己为旗，以天下为举，换您成就大业。主公，凤双还有一言，本不该说。凤双虽是您的军师，但凤双也是女子。凤双对您早已不只是主臣之情，只是凤双知道自己配不上您。凤双身份卑微，乃是流民，只敢把这份心意埋在心底。如果有来世，凤双不想只做您的军师了。君生妾未生，妾死为念妻。白凤一归时，后世望逢君。凤双敬上。我沉默了很久很久，久到白灵的哭声都渐渐停止了，久到夜色笼罩了整座府邸。下一刻，我却笑了，那笑声很轻，却透着一股彻骨的寒意。好，陈玉、严嵩，我会百倍千倍的讨回来。我站起身，朝着门外走去，李青连忙跟上。少爷，您要去哪里？去送他最后一程。几个月后的凉州北凉县，我被披白袍，身着铠甲，头戴白巾，站在点将台上，可我的眼泪却不自觉地滑落了。台下10万大军整齐列阵，他陈帝断我臂膀，杀我军师，饶我百姓，我恨不得啖其肉，灭其族。要成大业，必伐陈；要报仇雪恨，也必伐陈。今日我赵齐反了，朕先称帝，再登基。潘主公以社稷为重，先笼络各诸侯，再伐陈，如此大业必成，天下幸甚啊！来人，在推出斩首。主公，臣虽死无憾，但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。徐公虽然言语冒失，但他可是一片忠心啊！文长，务要再替此人说情。传三军听令，攻伐要臣。几月后，另一边的皇宫，兵部尚书慌忙进殿。陛下，赵齐在凉州称帝，御驾亲征，赵军已经兵出凉州。这个赵齐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有多少兵马？水陆大军共约70万。他哪来的那么多人马？回禀陛下，赵齐他令将士沿路施粥，给百姓和城官发放粮饷，沿路18关27城，有一半都是不战而降，甚至很多百姓都加入了赵齐的队伍。这贼子离我京城还有多远？速让朕的皇兄燕王、镇南王、齐王他们率军护将。燕王他的四周已经被赵齐攻破，燕王失守被悬于城门之上。齐王跟着赵齐反了。不到几个月时间，我就已经吞并了几州，大军离京城越来越近。一日，大陈王朝使者前来，请求与我罢兵议和。此行陈帝给殿下带来了2件礼物，一是愿隔江而至，已经归属永安王您的州郡不再所回；二是告密谋害白凤双的厨子张达。听令，拿下来时，与张达一同斩首，以祭奠吾军师在天之灵。陛下，吾有成立两军相战，不斩来使。我对陈帝之恨超越古今，今日我偏要斩使示威。闪！走！列位谁敢率兵前往安兴迎战赵齐？禀陛下，臣愿领10万精兵迎战赵齐，若不胜，甘当受罚。好，记住，1个月之内坚守安兴城，绝不可失。文长魏荣听令，现在命你2位直奔安兴，3日之内攻取安兴城。遵命。坚守，怎会如此？坚守城池，我命郭襄坚守城池1个月，居然激战了3个时辰就失守。与此同时的我，正被百姓拥簇，尊称我为大梁贤弟。从现在起，我军每攻下一座城池，都要视如我梁地，所有民宅不可擅入。所有的庶民牛马田亩赋税都要造册登记，另外给所有百姓都按户发放20斤大米，谁敢贪污我斩谁。又过了2个月，我亲率大军兵临京城，守城将领稍加抵抗就开城投降，80万大军杀入皇城。我骑着白马缓缓进入皇宫，却只看到那个平日里嚣张跋扈的严嵩跪在地上，浑身颤抖。老臣愿意归降，愿意为陛下效命。我翻身下马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严嵩，你还记得白凤双吗？严嵩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你杀了他的父亲，逼死了他的母亲，最后又杀了他。老猪狗，你真以为朕不知道是你害死了他？饶命啊！去地府向他赔罪吧。随着剑光一闪，严嵩的脑袋滚落在地，而陈玉则是躲在寝宫中，被愤怒的百姓们拖了出来。他们用锄头、镰刀、木棍将这个昏君活活打死。至此，大陈王朝彻底灭亡，战争结束了。我统一山河，建国大夏，国号民安。我遵从白凤双信上留下的遗策，大力发展农业和工商业，让大夏王朝迅速崛起。在登基大典上，我本想追封白凤双为明凤王，可最终又想起了他的信，于是追封白凤双为皇后，白灵为公主。那些跟着我打拼的李清、魏文长、魏荣等人全都被加官进爵，天下太平了，百姓安居乐业了。可我却越来越孤独。又是一年新年，我来到白凤双的陵墓前，带了一壶酒。凤双，我来看你了。我坐在墓碑前，自斟自饮。你看，我做到了，天下太平了，百姓不用再挨饿受冻了。
你想要的盛世实现了，可是你却看不到了。凤霜，你知道吗？我后悔了，我后悔那天晚上喝那么多酒，我后悔没有早点发现你的心意，我后悔没有亲口告诉你我也喜欢你。凤霜，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。我喝完最后一口酒，倚靠在墓碑上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不知不觉间，我睡着了。可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入目的却是一片刺眼的白光。自己正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周围是咖啡店的装潢。我低头一看，自己穿着一件外卖员的工作服，手机屏幕亮着，上面显示着一个未完成的订单。这是哪？我一脸茫然，可那一切分明那么真实。墙上挂着的电视正在播放新闻，考古人员在古代陵墓中发现了螺纹钢，这一发现震惊了学术界。那不正是我当初用系统兑换的东西吗？所以那一切难道都是真的？我看向窗外，都市的街道下着小雨，明明不属于我的东西，为什么我却跟失去了什么一样呢？突然间，咖啡店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女孩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似乎是在躲雨。她穿着一身古装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看上去对周围的一切都很迷茫。我看她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服务员，在那连连道歉。服务员抬起头，也不由得呆住了。这女孩天生丽质，明明脸上没有妆容，却好比天仙一般。不过刚好今天附近有漫展，穿这种服装倒是很常见。女孩低着头，正准备找个角落坐下，可就在这时，她的目光不小心和我交汇了。我的心跳骤然停止，那张脸，那双眼睛，是我做梦都想再见一面的脸。白凤霜，是你吗？我的声音在颤抖。女孩愣住了，她看着我，眼中先是茫然，随即闪过一丝光芒。她忽地涌出眼泪，可哭着哭着却笑了，那是我无比怀念的笑容。我回来了，公子。Thank you.